少说一个词儿叫手足之情啊，这个亲如手足啊，跟兄弟一样。这个清代啊，文学大家、美学家李渔说过一句话，说选人呢选足，每多窄窄金莲，观人观手，绝少纤纤玉指。他就是说的很清楚，说看人先看脚。当然，他说的这是对女的说的，可不是看说男人啊。就选这女的要先看脚。然后要看手，就是看这两头。那么过去缠足呢，缠得好的足呢，是细小的脚比较容易找，但是真正你要想找到好手就比较难。为什么？手是天生的，它没法去修理它。所以这手呢，就有人说是人的第二张脸啊。这个手伸出来，马上就知道这个人的地位。你比如过去为什么要看手相？那看手相的人怎么能知道你的前世今生啊？就是根据你这双手就知道你处在社会中一个什么地位啊。手相我也会看，赶明儿有机会跟你讲讲看相，这看相算命怎么来的。《诗经》中呢，这个他描写美人是什么？手一定搁在第一位，对不对？手如柔夷，肤如凝脂，你这个手柔软嘛，对吧？这个皮肤凝脂啊。凝脂，因为我们今天很少熬猪油，凝脂就是凉了的猪油嘛。就是你看他从这手完了以后说皮肤，说完皮肤呢说牙齿，他说的这个就是按照顺序来嘛。最后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说的是一种灵动的状态。诗歌最好的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先描写客观的，再描写主观的感受。我们过去古人啊，突破这个过去古人为了突出这个手的美哈。那么他就发明了这种手上的佩戴物戒指啊，戒指最初叫指约，就是在这个指头上有一个约，是约束嘛，约束它就是有一个环卡着。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就有了呢？这个据说啊，在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墓葬中就已经出土了。这个戒指呢，至少汉代以后就非常的流行了啊，只不过名称很多啊，指约还有叫什么，我现在都记不住了。我们因为现在就叫戒指，那这个戒呢，肯定是生活中的这个戒律。戒指戴在哪儿是有讲究的啊。但是这个戴戒指的今天的讲究，大部分是西方传来的。但是镯和臂串啊，臂串呢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先看看啊，先看看。我给你拿一个东西，你们看看。先看看这个镯啊，镯呢。这个很小的镯，是一个小女孩的，应该是，纯金的啊。古代的纯金跟今天比较起来，它没那么纯。今天一说就是24K， 这个我估计90%几吧，很重啊，这个很重。这是双龙头啊，双龙头。早期的经常是单面的，这是双面对着的。这种呢，这是大约是明代晚期的，或者是清代初年的，有个400年左右。这是一对金镯。那么镯子为什么要戴在这个部位上呢？你戴在这个部位上，因为它有一个灵动。你知道人对动换的东西非常容易注意，所以它很吸引你注意它的手，对不对？今天要什么呢？今天都是手表，手表。你看它这个龙头啊，这个龙头，你从正面看的时候，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这个龙头还是孔武有力的，侧面呢能看到它的双龙这种对着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呢就是很奇妙。我不敢掰它啊，这东西因为老了，这个按理说黄金都是比较柔软的，但是我怕万一掰伤了就不好。那么手呢是这样啊，手你比较修长的人都是好看的啊。凡是这种修长的，都比这种矮胖的相对来说都好看。所以手过于胖的人呢，特别忌讳戴更多的首饰。我看有的人一出手，这手指上全是各种首饰，而且各种颜色混杂，各种高档首饰全在一起相冲，这种其实是不好的。根据自个儿的手型挑1、2款首饰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戒指，再戴一个镯子，我觉得已经足够了。我们现在的人呢，特别注重的就是镯和
这个戒指。为什么注重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基本上经常穿长袖衣，穿短袖衣的机会很少，穿无袖的现在倒是挺多的了。但是呢，我们已经形成了穿长袖衣的一种习俗，所以呢，对大臂的装饰几乎就没了，给忘却了。由于宋代以后啊，程朱理学的兴起呢，就是这个妇女啊要注重自个儿的仪表，所以不能经常的随便露肉。你知道，上臂比下臂吸引人，尤其女性的上臂是有极强诱惑的，下臂的诱惑是低的。所以衣服呢穿上以后啊，我说过，长袖比短袖这个性感，就这个意思。因为你看不见，它就可以去想象。所以过去的女子稍微富态一点的，现在是当然讲究骨感，讲究这个减肥。过去的这个，你们俩不会打架吧？啊，你看她这个样子，一副不友好的样子。哎呦，还行，行了啊，表现要好一点啊，不要搅了我们的局。这个女子的过去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都应该有一点这个脂肪，要胖一点。为什么？身体好。过去说哟牛胖了是一个这个对人家是一个恭维啊。今天你要说牛胖了，基本上是对对方一挖苦。所以我特别愿意人见我说你又瘦了，其实我没瘦，我就衣服瘦了啊。那么上臂的好处，我们可以让你们看一看，看下一件文物，你就知道这上臂有什么好处。上臂在这个越远古越装饰上臂啊，我们看看上臂的装饰。我拿一个东西看，本来想拿一个纯金的，再拿一纯金的就恶俗了，所以我给你拿一个少数民族的。这是一个臂串，这个我能戴啊，因为我这胳膊不算太粗，我能戴啊。看看，我要是施瓦辛格我就戴不进去了，看看，让你们感觉一下。这是广西啊云南那边的少数民族。这是一个双头蛇，这蛇还是个毒蛇，三角头嘛，蝮蛇它是三角头嘛。这东西啊，戴的时候我自个儿有一个感觉啊，因为我这还有点肌肉，我不是骨瘦如柴啊，所以这东西能挂在这个肉上，它有弹性，挂住了。你们感觉怎么样？你们感觉是不是很神奇？戴我身上一点都不好。如果是个女的啊，如果她有圆润的这个上臂，戴上去以后非常吸引人。这个蛇身是可以这个调节的。那么这种双头的蛇啊，属蛇的人真应该买一个。这种臂串有很多种啊，这种是野性十足的。你们注意看啊，很多佛像啊，你注意看藏传佛教的佛像呢，小乘佛教的佛像呢，有很多都带有臂串。那么比较多的臂串呢是呈螺圈状的，就像弹簧似的，这一大嘟噜全是。这种呢，我们博物馆里有展品啊，今天没拿出来，是因为这个镯子是纯金的，你再拿个纯金的有点炫富的嫌疑。那么你可以到博物馆里去看那个臂串，那个臂串的，就是非常神奇，是弹簧状的，装在上面，你可以想见它有多么诱惑人。我们的审美啊，从人到物呢，都是不停的转换的。在唐以前，上臂的装饰非常的讲究啊，对上臂比对下臂重视啊。男的戴个手表，女的戴个手镯啊，要不然就戴几个珠串啊，天天的一嘟噜珠串。所以呢，这个今天的人就已经把我们古老的一个装饰传统给忘了。将来我们恢复啊，我们做一些这种大家可以买的这种比如比较便宜的，你比如银饰不是很贵，买来以后呢，可以自己装饰一下，感受一下古人之美。我们这个手是这样啊，手的保养，这个其实也不需要保养。我这手天生丽质啊，你看啥毛病没有？我到这岁数手上不长任何东西。有人到岁数大了就去长老年斑什么的，也许我还没到老年。就是手的保养啊，手的这个保养呢，当然说要这个什么擦油啊什么之类的，我也从来不擦油，也想不起擦油这事儿哈。它就是很多人是天生的，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有重的体力劳动啊，室外更多，那你手很难保护得很好。古人过去说啊，这个男子手如棉呐，
就是男子手是软的，女子手如柴，女的不能手上一嘟噜肉啊，这都叫无财便有财，就是说你肯定要发财。那么手呢有纹理，手心的这种纹理啊，是你终身的，你生下来就这样啊。过去的人为什么要看你手相呢？就是拿你这手相跟你说事儿啊。手相呢，这个我也会看，有机会跟你讲讲怎么看手相啊。要不然就是看面相，看面相。那面相和手相有点不一样的啊。手相是终身不变，你生下来就这样，你的指纹不会变吧？这个掌纹也不会变，但你脸的面目会变。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嘛，40岁以前你的面相是爹妈的，40岁以后你的面相就是你自己的，你的修行。这个脸相有什么？这个脸相能有什么作用呢？我告诉你，这个看脸啊，今天不是说是一看脸的时代吗？其实不是，今天是个看脸的时代，过去就是。我们家啊，过去那胡同口啊，一到夏天啊就卖西瓜。西瓜的那时候，过去夏天西瓜都是在路边卖，堆一西瓜山，然后一老头白胡子啊，长得特斯文，然后负责挑瓜。你说大爷给挑一瓜，这大爷梆梆梆梆梆梆，哎，挑一瓜给你，一上秤一腰，你特高兴，你交了钱就走了。因为在我们家胡同口啊，我就跟老头没事闲着聊天啊。我说大爷，您这挑瓜技术能教给我吗？大爷说我没技术。我说真的没技术？您不是天天给这个挑瓜吗？这大爷说啊，我啊就是长得像有技术的人，就我这脸就适合来挑瓜，因为人家不信这个瓜摊的这小伙子的，小伙子怎么挑他都不信，他信这大爷。他为什么信大爷呢？大爷有年纪，长得仙风道骨啊，一脸诚实之相，所以大家就认为这大爷理所应当的就会挑瓜啊，就是卖的就是这张脸。然后大爷尝了以后呢，也练出了一个挑瓜绝技。你说他不会挑吧？他会。最后他告诉我了，他说这技术其实挺简单的。小伙子，我告诉你，这瓜怎么挑啊？你知道瓜怎么挑吗？他说瓜就这么挑，就是说你拍拍啊，第一个瓜一定不要给客人，再拍第二个一定不要给客人，拍第三个时候就拿起来给客人就行了。至于这瓜什么声怎么回事，你都不用管，你就永远拿第三个瓜给客人，客人就高兴。如果你第一个瓜拍拍说就这就行了，他肯定说你怎么不给我认真挑一个？哎，不行，一定拍第三个。所以他就是看脸吃饭。过去坏人坏相，好人好相，对不对？这个长相在今天呢，有很多地方是颠覆的，跟这个过去的认知不一样。过去好人就长得好，坏人就长得坏。所以在过去，在观众心目中，每个人的长相决定了他演什么。我说过，长得帅的人肯定说不成相声，长相声啊，你注意看这相声演员，凡是有巨大成就的，一定长得不行啊。你看我们的小岳岳，长那样，那每个女的都说想捏他腮帮子去啊，他就长成那样，很可笑。我们这个东西方之间啊，这个在审美上有很多很多差异，它是由于我们的文化积累和我们的先天条件决定的。比如我们认为男子怎样是美的，女子怎样是美的，跟西方是有差距的啊。你比如中国人都认为鼻梁子高是吧？鼻梁子高，男性的这鼻梁子一定要高是吧？这个鼻子要这个高鼻梁好看啊。但古人没那么说呀。你看人曹雪芹写这个《红楼梦》的时候说贾宝玉啊，鼻若悬胆，就提了起一个跟胆似的，那就是大头鼻子，不是你现在要的这种希腊鼻子啊。希腊鼻子一定到希腊去看啊，一到希腊啊，一到这个他那个国会前那大楼，那不是有站岗的吗？你看那士兵那鼻子，我告诉你那鼻子有多高啊，一点不夸张，就是我们这鼻梁啊，直接搁一手指头是人家的鼻梁，那它有什么好处啊？它没啥好处，它好处就是立体有雕塑感，那都是给人家看的呀。咱的好处是给自己的，咱什么好处？我告诉你，你就没想过这事儿。中国人的视野比这个西方啊，也长稀了鼻子的那种人宽。我们的视野，你看啊，
我现在能看这么宽，大概我这两边这个角上的我能看到，这个角上我也隐约能看到哈。我如果闭上一个眼睛，我大概能看到这个位置，我还能看到。你不信，你们在屋子里都自个儿试啊，能看这么宽。但是你长一高鼻梁，我只要把这个手指头往这一搭，我只能看到这儿，我只能看到这么一点儿。所以我们矮鼻梁有矮鼻梁的好处，视野宽呐，你知道。咱说的这是男的啊，女的也是高鼻梁的。你这个男的高鼻梁就更明显，但这女的呢？你看咱那国际超模吕燕啊，有一次我去办护照，跟她排队还聊了几句。你看她那个审美，中国人就认为您这个小鼻子小眼大嘴巴的，说就不说你丑就不错了，这跟美就挨不上边嘛。可西方人认为这就是东方美的特征。就你今天东方人，我们自己人认为的那些美的不行的人，一到西方人觉得不新鲜，就这浓眉大眼吗？我很早就说过，我就跟儿子讲过，我就跟儿子说，这男人长好看了，很容易一事无成。过去有一句话形容这个漂亮的男人叫绣花枕头，所以男人好看是个非常危险的事，一定知道人长好看了以后更要付出努力。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啊，就是先从手脚说起，再说的颜值啊。今天这颜值这词儿太丰富了，其实还有一个非常这个引人注目的，天天网上我看老有人探讨，就是关于女子啊，女子，男子也谈。你比如男子谈是否有胸大肌，是吧？8块腹肌啊，女的呢，就是老被人品头论足。但是中国古代对这个女子之胸、乳房没有描写。你们去看《金瓶梅》《红楼梦》啊，有人统计过啊，曹雪芹描述了100多位女子的美貌，一句关于乳房的话没写，他回避这事儿，因为古人认为这2块啊肉啊，是一奶孩子的工具，他不认为跟你身体的美有什么关联。所以你看西方人，我跟西方人说啊，我说你这个跟。就过去有那老外喜欢收藏中国东西，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这个西方人发明这乳罩，不就是俩碗扣俩馒头吗？我说我们是一锅里装俩馒头啊，我们是一肚兜，这肚兜绝对比你那胸罩啊显得吸引人啊。所以中国古代人认为，不管男女都一样认为，这个胸大不是美，是丑，胸小才是美。所以呢，在这个古典文学中不描述这件事儿啊，即便偶尔沾着，他都说的是这个，说的很隐晦。到了民国时候，民国最小资的就是张爱玲了吧？她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就是这样的描述嘛。她说她不发达的乳呢，握在手中像睡熟了的鸟，像她有自己微微跳动的心脏。尖的会啄着他的手，我觉得这描写不怎么着，还硬的啊，却又是酥软的。酥软的就是他自己的手心儿。我不怎么看张爱玲的这个小说哈，我觉得这个他要这么描述，我有点扛不住啊，就是我确实有点扛不住。张爱玲的迷千万别骂我，就是他写的一定很好，只是我的不行啊，我感受不了这个他写的这种玄妙。其实呢。这个杨贵妃啊，杨贵妃也可能是个小胸的美人，她胖啊，不一定啊，一定是大胸啊，胖她也有小胸的，有人很胖的女的那个胸并不大。那么实际上有这个记载啊，就当年这个安禄山呀，这个唐明皇和这个杨贵妃一块儿就喝酒嘛，喝酒喝多了以后就喝大了就胡说嘛，然后这个衣服，因为唐代不太在意这些，衣服就脱落了嘛。然后这个据说啊，李隆基还帮他这个遮掩，说了一句啊，软温心波鸡头肉啊，安禄山立马就对上一句叫滑腻出凝塞上酥，他这句话是这意思啊，这个鸡头肉是指鸡头米，鸡头米没多个儿，就这么大，它有一个红红的小尖儿，是一种水生植物，它叫芡实啊，一般人都没有见过，这东西可以吃啊，当天就可以，就是新鲜的当天就可以食用。安禄山对的这句有意思，他对的这句一听他就是个游牧民族。什么叫塞上苏呢？塞上苏，塞上就是指游牧，苏就是那种
奶油啊这种奶油制成的这种食物。他说的是一种触感，而唐明皇倒说的是一种视觉啊，就是我看到的。这故事肯定是编的，千万别当真。我老说历史没有真相啊，这事儿肯定是瞎编的，但是它包含了中国的审美思想，所以我们得先科普一下啊。这个科普啊，是先科普这硬度啊，硬度是有标准的。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一般说长度啊，我们都拿这个厘米啊、公分来计算，说你这个高有多少，1.78米啊，这是长度。重量呢是拿斤来计算，公斤来计算，说你有多重呢？65公斤、60公斤，这是重量计算，对吧？那么硬度是拿什么计算呢？啊，全世界通行的叫摩氏硬度啊。摩氏硬度呢有10个等级，1度最软，10度最硬。什么是达到10度呢？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星球上找到最硬的东西就是钻石，它是10度。那么我们的牙齿有多硬呢？我们牙齿大概在6到7度之间，与新疆的和田玉的硬度差不多，跟翡翠也差不多。翡翠就是6.5到7度的一个硬度，我们的牙齿的硬度大约跟翡翠啊，比那新疆和田玉还稍稍硬点。那么软的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指甲摩氏硬度只有2.5度啊，跟它相仿佛的有琥珀呀、珊瑚啊、象牙呀，都是这个硬度啊。这是科学知识，我们应该多少掌握一点，你就知道我们的牙齿有多硬。它比玻璃硬，玻璃大概就5度的样子啊。所以你看那个有气功拿那个牙齿嘎啦嘎啦咬玻璃、咬灯泡的，那都没什么新鲜的，因为我们的牙比玻璃硬啊。你让它咬一钻石给我瞧瞧，那门都没有。那么人这一辈子啊，长多少颗牙呢？我这一说，你绝对一懵，你就闹不清楚你应该长多少颗牙。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正常的话，你这一辈子要长52颗牙。52颗牙要都掰下来，搁这一大盘子啊！你说你怎么长这么多牙呢？因为你长2回牙。你先生下来的时候长的那牙叫乳牙，小孩都有。到5、6岁、6、7岁啊，就开始换牙，换出来那牙呢叫恒牙啊，恒牙，恒定的牙。所以这2回呢，一共52颗啊。我们的乳牙啊，每个人正常的话都是20颗，与中轴线算啊，左边5颗，右边5颗，下牙左边5颗，右边5颗，这是儿童的乳牙就有这20颗。恒牙有多少颗呢？我小时候啊，科学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恒牙有多少颗呢？有32颗牙，以中线划分，上牙左边8颗，右边8颗，下牙一样。现在由于很多人不长最后这智齿，所以现在的书上写呢，人的恒牙大约有28到32颗，一定是双数的，28或者30颗或者32颗恒牙。那么我呢，就长了啊，人生啊，这52颗牙都长全了。那么这32颗恒牙里最后的这4颗呢，叫智齿，所以叫过去啊，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就叫第8颗是智齿。智齿长的时候都是在你成年以后，所以它才叫智齿。那么大部分人长智齿的时候都有痛苦的经历。现在很多人智齿是长不出来的啊，长不出来的，所以就横在这骨头里。你没长出来不代表你没有啊，你到那个 X 光机那儿照张片子一看，哎呦，你有一颗牙横在那牙槽骨里没长出来。它没长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你的牙越来越乱，越来越往前突出。所以你看，很多人到中年以后呢，面相有所改变，牙比较往前突出，变得没有那么好看了。所以你最好到牙科看一看，看你是不是智齿挤的，你把智齿拔掉，然后你还可以趁机呢适度的正一下畸，你会变得很漂亮。我这个建议很值钱的啊，你们将来一定要感谢我。那么你看啊，人啊，这个恒牙长出来以后呢，最容易掉的是哪颗呢？是你从中线算起是第6颗牙，啊，第6颗牙。第6颗牙为什么最先掉呢？是因为这个牙是最先长出来的。小孩大概在6岁就开始长这颗牙了，这是你人生的第1颗恒牙，所以它第1颗恒牙呢，它就容易掉嘛。
我们这个智齿啊，在中国医学典籍里叫真牙。古人认为啊，这女的到21岁，男的到24岁呢，他说的是肾气啊，说你发育已经达到了成人的这个程度呢，智齿就开始生长。智齿长出来以后呢，牙齿全长齐了，所以你就成为了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成年人。这样，我们先了解一下科学知识啊，哪个牙最结实呢？你从中轴线算啊，第3颗。那么第3颗牙呢，我们过去不叫犬齿吗？那真是人嘴里长出狗牙来了，所以不好听，那是文学词不好听，那叫什么呢？它叫尖牙，现在科学上叫尖牙。这4颗牙是你这辈子最结实的牙。很多老年人所有的牙都掉光，唯独留这4颗牙。它为什么是这牙呢？是这牙结实，这牙直接长在骨头里。你要是看 X 光片，这类4颗牙，4颗尖牙，那牙根比其他的牙根都要伸出1倍以上，1倍是很多的。它用于干嘛呢？它用于最初的撕咬。你想，你啃东西啃骨头、啃甘蔗干什么都是用这个牙，这个牙非常有力，而且呢长得非常结实，所以它最后一个掉。这个你知道啊？你看动物，动物那牙可不是跟我们这牙不一样。动物2类，一类是食肉类的，比如猫科动物、犬科动物；一类是食草类的，比如牛、马、羊，是吧？牛、马、羊的那牙都是大槽牙，来回它靠咀嚼把草这个磨碎，好咽下去啊。可是猫科动物、犬科动物不是，它靠撕咬把这生肉咬下来，它里头那齿都叫裂齿，把它撕裂，然后直接吞下去。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都不咀嚼，它没有咀嚼的快乐。我们吃饭为什么有那么大快乐呢？是因为你那个东西老在嘴里嚼，嚼的时候就有味道，就有那个咀嚼的那个快乐你说人的吃每个都往下吞，那是什么呀？那是药。动物是什么？靠强大的胃液吃根骨头进去。你看那鳄鱼吃进去整个的东西，最后全部都能化掉。要不然你想这个一根整骨头吃下去如果消化不了，就咱这胃，咱那肛门也受不了所以牙带来的痛苦太多了我这辈子人生不愉快的事差不多都是牙带给我的首先，牙不齐就是一痛苦牙不齐，齐不齐你很简单你要说你牙齐不齐，你这样，你把胳膊摞起来，自个儿照自个儿这肥美的地方使劲的咬一口，你一会儿你看那印儿，你就知道你牙齐不齐了我小时候老咬完老看，我牙还挺齐的，就是松。那么你看演员咱这演员现在都整了，把牙都整得倍儿齐你看过去我小时候特别敬佩的很多演员，为艺术献身，就是把这牙给搞坏了。就我年轻的时候有个日本电影叫《有山节考》，当时那不都不认得，那字都叫尊山节考有山节考呢，他那个女演员叫坂本成子她当时为了演这种老妇她把自个儿前牙都削短，然后呢就留个牙根，看着像拔了牙的似的。最后等演完电影再重新给自己做了人工牙。日本的演员比如北村一辉在电影这个《恶病神》中，就是为了演绎这个黑社会贩卖毒品的这种小混混，自个儿拔了6颗以上的牙齿，营造出因药把这牙齿溶解的这个印象。你看人家的演员为了艺术献身，不惜破坏自己的形象，不像我们现在好多演员跟摄影师说你那角度我45度最好看，你那角度能不能就让我好看一点？那么过去这些为艺术献身的演员，最后牙齿都完了，最后再去装假牙这个在日本的这个过去的演员中，就这种事情很多。包括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美国演员像这个罗伯特·德尼罗他在这个罗伯特·德尼罗这演员演黑社会，演一些这个角色都非常的就是那种坏人中的英俊这种坏人的英俊他当时拍过一个电影叫《恐怖角》，他出演一个什么呢？就出演一个这个出狱后复仇杀人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他为了自己更能够贴近这个角色呢，他花了多少钱？自个儿花钱那可不是道具组花钱，自个儿花了$5000做了牙科手术，使自己的牙齿变得惨不忍睹、七扭八歪。
最后电影杀青以后啊，自个儿又花了2万美金，你算前面花一5000美金搞坏了，又花2万美金把自个儿的牙齿复原。你想想，这些演员都为艺术献身呐！啊，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为艺术献身啊。我们现在好多演员，尤其那女演员，把后槽牙全拔了，削骨瘦脸啊，那叫网红脸吧，叫刀子脸。你知道哈，我们今人就是这痛苦，这牙齿都不齐。亚洲人尤甚啊，非洲人很多人牙很齐。亚洲人的牙为什么，尤其中国人的牙为什么特别不齐呢？我告诉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吃的太好，你吃的越好越软，你的骨头就越没力量，啊，越没有力量，骨头就收缩，骨头一收缩，你牙还是那么多颗，就挤得七扭八歪。我去埃及啊，看法老的木乃伊，特别注意他的牙齿。10几个木乃伊，只有1个法老的门齿有一点点错位，剩下都倍儿齐，一口倍儿齐的牙。那么我去山东省博物馆，当年有一次展览，那有40多个头盖骨，都是大汶口那个文化出土的啊，都是距今4、5千年的那种头盖骨了，牙都是齐的。为什么古人的牙都是齐的呢？因为古人吃的粗糙，古人的那个需要使劲的咀嚼，所以下颚骨都非常的宽大，完全够牙长出的位置，所以它牙就都齐。我们今天从这个生下来就吃鸡蛋羹、吃鸡蛋糕，天天什么软喜欢吃各种派，那你的牙就完蛋了。所以你的没有力量啊。这个人吃的越粗糙啊，牙齿越好。所以你去看一看这个到西藏啊，我去西藏的时候，有回有个篝火晚会，几个西藏姑娘那牙齿在篝火中啊，闪着宝石一样的光泽，让所有的城市人都非常的羡慕，是吧？那么你这个牙啊，如果有缝或者不齐呢，你的痛苦是什么呢？塞牙，塞牙。前些年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电影是周润发演的，周润发因此成一线明星。这电影叫《英雄本色》，里头演一小马哥，小马哥最酷的一造型就是穿着风衣叼一个牙签啊。据说那牙签当时都不是牙签，是一个火柴棍儿，所以后来就流行叼一牙签，显得像黑社会的老大。现在我们都比较注意啊，我认识有的人一天刷好几回牙，都带着牙线，吃完饭就要清理，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我们生活中呢，很难有这么优越的条件，就是每天你吃完饭，你还得去刷牙漱口，兜里拿一牙刷掏出来，旁边人还讥笑你。但是如果你不能刷牙，没有这个条件呢，你起码你喝口茶水漱漱口，因为茶叶里含氟呢，它能产生呢防龋齿的作用。《红楼梦》里当时呢，就是一开始第3回里就是这一个描写，就是这个当时吃完饭啊，因为林黛玉刚去啊，不是太懂啊，就看到啊，看这个贾家啊，这个都是用这个茶叶水漱口啊，漱完了还吐到那个唾盂里，所以你们注意看文物呢，就有这种唾盂啊。这个唾盂就是吃完饭漱漱口，让牙齿变得清洁。那牙缝呢，它这个痛苦呢，还不是大的痛苦。你塞牙尽管难受，但你不疼啊。但是你如果牙髓发炎啊，比如你有牙周病啊，你知道它的行话叫根管治疗。这个治疗是在你牙上先拿那个钻高速的打一眼儿，释放压力，然后里头塞进湿活剂，堵好了。过几天您那神经死了，它把这个牙齿打开，把那个神经弄出去。神经弄出去是一钩子啊，我可被勾过。它勾的时候，你神经要彻底死了，勾出来一点都不疼。如果那神经半死不死的，它勾那一下也巨疼。我现在想起来都疼啊！一勾腾了一下，这你疼也没办法，医生不疼啊，尤其你疼啊，医生才不怕你疼呢。医生最不怕的就是病人疼，所以他老说你忍着点，忍着点。这话我听了得有1万遍了。每回我去看牙的时候，心里就自己对自己说忍着点，过后就好了。所以我就拔牙啊。第一次拔牙是一个痛苦的记忆啊。那时候去医院啊，牙科排队最长。我这人啊，平生最不爱浪费时间排队啊。那时候说句实在话，也没有黄牛啊，都是靠自个儿排队。那么我就想，什么时候没人呢？快下班的时候一定没人。
上午在这个编辑部里这个工作啊，到了中午11点半的时候啊，骑着自行车就往医院跑。那医院离我们近呢，10分钟就到了。到了挂上号，一进牙科，然后呢，跟医生说我这牙不行了。医生说拔了呗，说拔吧。医生就说了一句话，说是指压麻醉可以吗？我说可以，可以。我一想麻醉都可以吗？什么麻醉都行啊。然后呢，医生就说你过来，坐在椅子上啊，张开嘴让我看看，看好了。我说看准了啊，这颗牙看好了。后面叫了一助手，这助手是这样啊。2只手从后面捏住你的腮帮子，其中我也闹不清楚他哪个手使劲儿摁压这个位置。你们注意看，这个颚骨这个位置有一个凸起的地方，往里稍微偏一点的地方，你自个儿一摁，我现在一个眼睛都看不见摄像机了啊，就黑成这样。这助手抡圆了一掐我，我告诉你，我的世界就是黑的啊，我就疼的都不知道北了。这时候你嘴张开，他直接就把你牙拔了。这种拔牙的方法很古老，叫指压麻醉，用指头压着你的麻醉。我一开始没听清，我只听着麻醉俩字儿，上面什么指压麻醉，我就没往那儿想，我以为不就是麻醉打一针吗？疼的我现在说起来还疼呢。我告诉你啊，麻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我一直说，所有的医学发明都不及麻药和镇痛剂的发明。今天你到医院去，很少有人疼得这个嗷嗷惨叫。我小时候到医院，经常听到病房里出来惨痛的叫声，一个人从早叫到晚，一叫很长时间，最后疼死。今天因为有各种类型的镇痛剂啊，即便是最痛苦的癌症啊，特痛苦，你比如说肝癌特别疼。他最后也要给你注射镇痛剂，让你有尊严，在疾病面前有尊严。所以我觉得麻药的发明非常的伟大，可以给人动手术嘛，对吧？过去打麻药，牙打麻药，我告诉你往哪儿打，直接往你牙床子上啊。现在啊，你幸福吧？现在就算他给你打麻药，第一针头细，第二麻药好，进口的，在针扎的那一瞬间都不疼，直接就进去了。我们过去打这个麻药啊，疼啊。第一针粗啊，你一看那针眼都晕。第二呢，医生永远跟你说忍一下就不疼了，扎你牙床子。你想咱这牙床子拿牙签自个儿碰一下都疼，那么大一针，哭嚓空心的扎你牙床子上，往里推药，疼痛的那一下跟着就是麻胀啊，那麻药推进去，隔一段时间，隔个10分20分钟才起作用。医生说没事了吧，开始给你拔牙啊。那么拔完牙干嘛呢？拔完牙得镶牙呀。过去啊，有钱人镶牙一定要镶金牙啊，大金牙啊，有钱的人一口金牙，说话都金光灿灿。他要迎着夕阳啊，跟你说话你都刺眼啊，那显得什么？有钱。过去有一笑话啊，自打镶上金牙以后，说你多大了？17。说这个属什么呀？属鸡。住哪儿啊？西湖西啊，就全让你看你这金牙。这金牙是一贵族的标志，土归土啊。今天时至今天，你到非洲去啊，非洲很多有钱的贵族把好牙拔了，镶上金牙，反映了一个人的身份。但过去我们这种金牙啊，在旧中国那都是反派人物啊的这种代名词。我过去记得看电影啊、看小说里，一说这人大金牙就不是好人啊，不是好人。所以现在你看也没人镶金牙了，现在镶的牙非常的逼真，你根本看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们老有一个词儿叫品头论足啊，或者叫评头论足。过去说这个评头论足啊，都不正经啊，这人一看人评头论足不正经。那么今天呢，当然可以，一个明星出场啊，演个电视剧，演个电影，你们都可以很自由的去对人家评头论足。每个人都说这个人长相如何啊，我很喜欢，我不喜欢。有人说他长得再好看，我也不喜欢，我喜欢那不好看的，这都可以。但评头论足的这个古今含义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最初这个
这句话呢，其实来的并不是很早啊，这个清代才开始有。清代有个小说啊，这人这名这作者也没名，叫黄小沛，你听这名都是假名。这小说呢叫《大马扁》，你看大马扁什么意思呢？这个马扁俩字捏在一起呢，就是个骗子啊，这是个大骗子。小说应该叫大骗子。他在第4回里有这样一个描写，说那全副精神呢都住在各季啊，哪个好颜色啊，哪个好态度呢？评头论足。这是我们能查到最早的这个评头论足这个出处。这个大马扁这小说我可没看过啊，我这我都没听说过，我这头一回听说大马扁。以后说碰着一个骗子，一定要说碰着个大马扁啊。那么我们评头论足啊，一头是头，一头是脚啊。为什么要看两头呢？两头看人就比较全面啊。我们现代人看人美不美呢，上来就看脸，是吧？有个词儿叫颜值啊。但古代不是这样，古代呢，看脚识女人吧，要看脚啊。女人的脚是不让看的啊，除了那个每年一度的赛脚会你能看，平时都不让你看啊。过去说笑不露齿，行不露足，就是这意思。每个人脚长得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脚型大致分几种呢？国际通行的啊，它就分成3种，这3种很怪异，一个叫埃及脚，一个叫罗马脚，一个叫希腊脚。这埃及脚呢，就是说您这5个脚趾头用大脚趾头算啊，一个比一个矮啊，一个比一个短，一溜地点斜茬的就下来了。那么如果你从大脚趾头往后数啊，1、2、3啊，1、2、3这3个脚趾头基本上一边平呢，这就是罗马脚啊。罗马脚呢，据说中国人罗马脚比较多。这个罗马脚就是你比如我们的这个乐山大佛呀、灵山大佛那佛足，基本上都属于这罗马脚。这脚还有一个好处啊，它比较适合跳芭蕾。其他那个您想想，埃及脚一个大脚趾头在前头，您那跳芭蕾等于转动啊，在地上转动。希腊脚啊，是这个你到纽约去啊，看自由女神啊，古希腊各种雕塑都是希腊脚。我去这个希腊参观博物馆时，特别注重这个脚型。我看到这时候，我老琢磨啊，他为什么没中国脚啊？中国这么多人，他居然没有中国脚。咱们中国不是没脚哈，是因为中国古代的雕塑啊，全都穿着鞋的，那脚就给忽视了。中国人的文化，我们神秘的东方文化，这脚是不轻易不能让你看的，不像那个西方人，这脚都抡圆了让你看。所以你看埃及脚啊，这个希腊脚、罗马脚都是从各地的雕塑中就能看到，而中国脚你看不到。兵马俑啊，浑身都是铠甲，那脚肯定不能让你看。那我们就说这种各种脚型它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呢，这个埃及脚最适合这个体育运动。所以你看看啊，比如刘翔啊，刘翔就是埃及脚，大脚趾头都是长啊，所以跑起那跨栏来跑得比人快啊。那么我们知道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都能看到的啊。这人叫什么？叫这个博尔特。那很多人都说这博尔特能跑吧？他身体有什么奥秘呢？这专家就去研究他，发现他其实不是特适合跑步啊。他第一呢有点平足啊，跑起来非常痛苦，因为这个有足弓啊，它就有弹性，有弹性呢，那相对来说呢，它不容易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拉练就走路呢，这个平足的人呢就特别辛苦，特别累啊。有这个足弓的人呢，相对来说呢就比较舒适啊，就走起来就没那么累啊。你看我就不平足，所以我就比别人轻松。那么你看这个博尔特啊，你看看他那双脚哈，一看那脚，哎，我写过一篇博客。我说他那个成功真不是白来的，他那脚看着就像干重体力活，像70岁以上老人的脚，严重的变形，他的足弓都塌陷了啊，就是因为他训练的强度非常大，这种训练都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我们都会觉得啊，哎呀，这个人天赋很好啊，跑起来那么快，跟飞一样的。他跑得再快，如果他没有这种严格的体育训练，他一定不能成功。那么我们说了半天，就是说你不是要说这脚美吗？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美啊，手脚之美啊。那脚什么样的脚最美呢？什么样的脚最美啊？古人是这么要求的啊，他要求女的啊，咱们先说女的，一会儿再说男的。首先这脚要小，脚太大不行。我见过那大脚的女的啊，说我在这个香港啊，大夏天的，这女的啊，个儿和脚比起来，那脚是超级的大，她光着脚，那脚跟一大鱼盘子似的，给我吓的。我就看着那脚就觉得这女的是女的嘛，怎么这么大一脚啊，不美。所以古人说这脚丫子啊，女的脚丫子一定要小，脚踝要细啊，脚踝不能肿了，你崴一下肿了，那肯定不好看嘛。过去啊，有一个作家，你们现在年轻的都不知道，岁数大的一定知道，这作家叫汪曾祺，短篇小说之王。他写过一篇小说，在当年非常轰动啊，很短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受戒》。其中他有一段经典的描写，就是描写这个女孩子的脚。他就说这女孩啊，挎着一篮子呢鼻涕啊，就回去了。在柔软，你知道鼻涕是水生的啊，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排脚印儿。那么明海就是受戒那小和尚，看着他的脚印儿傻了。啊，说5个小小的指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的地方缺了一块。你看他说的很清楚，他不是平脚板，他是正常的脚。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他自个儿就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小脚印儿，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段描写啊，当年我的记忆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准确。把一个小和尚看一个小女孩的脚丫子，把心里搞乱的这个过程啊，极为准确的文学描述，这是一种大家的表达。汪曾祺小说中这个表达，他为什么要去描述呢？汪曾祺先生啊，是这个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呢，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啊。我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把这个小说找出来看看，这是他的代表作。那么你不要上去啊，你这好危险！你上，你看他上去了。你知道我老说这猫不会坏东西啊，不会破坏东西，猫的动作非常轻。你看它上去了以后吧，这啥事没有。你看它不会碰那盒子，那盒子里有价值连城的文物。一会儿看，别着急啊。这个脚呢，刚才说要小，脚踝要细，还要什么呢？还要白。这白是中国人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啊，就中国人一直说一白遮三丑啊，说你太黑不行，因为我们是黄种人，黄种人的那种腐白啊，我觉得特可人疼，不是因为我们自个儿是黄种人啊，就是我觉得白种人那白吧，如果稍微欠点血色就不好看，黄种人这白啊，有一种温暖，因为黄颜色本身就是暖色调嘛。所以古人说这脚还要白呢，还要软滑。软滑啊，软能理解啊，但是它也不能跟面似的来回掰也不行，就是它比较柔软，它的骨骼之间呢，啊，你看手吧，你看多少它应该有一点弹性。滑呢是指皮肤，这脚要长不好啊，有人脚天生容易长那个脚垫啊，你看修脚师傅，我见过那个在那个这个足底那儿修脚的啊，我看着都吓人。铺一毛巾啊，师傅铺一毛巾，拿一飞快的刀，好像那女的还不是男的，那女的脚就哒哒哒哒哒，拿刀子跟那个下雪似的，一会儿那一堆。我当时说，哎呦，他那个脚上怎么能修出那么多东西？我说我也来修修吧。那师傅看着我脚啊，说你这脚没得修啊，没地儿修啊，没地儿修那就算了，那就甭挣这份钱了呗。过去啊。这个金庸啊，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呢，就也写过脚。你看这大师们都跟这脚老过不去，来写啊。他写什么呢？写这个阿紫的双足。其实他写这双足啊，跟汪曾祺先生写那受戒一样。
汪先生写那受戒呢，他主要是写这个脚印儿，对吧？5个脚趾头啊，有足弓缺一块啊，他把这个脚印儿写得很神奇，因为他在那软软的田埂上走，留下了一串脚印儿。但是这个金庸写什么？说他光着双脚踩在地毯之上，直接就写这脚了。尤坦之一见他这双脚呢，就说：“哎呦，就心里就麻酥酥的啊，就觉得就猛烈的就跳动，就觉得哎呦，我这有点受不了。说他脚背上这肉，你看没有？他说透明一般，就是非常的，就是他写这质感，说隐隐的还有几条青筋。他为什么要描写这青筋呢？你知道这人呐，你看我这也有，怎么一说人脚我老比划？你看我这也有一青筋，没有这青筋就没有生命嘛。我们一说这个文学大师哈，都在写这个描述啊，文学描述这些脚，这些脚都是健康的。你看这个汪曾祺写的这个脚印儿啊，这个金庸先生描写的阿紫的这脚都是健康的脚。你知道中国人对脚的迷恋啊，至少1000年、1000多年的时间是不健康的，就是我们的3寸金莲。中国人在历史上对脚的迷恋是个说不清楚的事儿啊，就是说他为什么把脚缠成一个这个残疾状呢？过去古人认为美不美全在这脚上，所以有这赛脚会，每年一度啊，最有名的是大同，山西大同的赛脚会，今天没了啊，那女的拿出来让你看，越小越好，3寸金莲就这么大。那么练足癖啊，这个从一般的文人，从帝王啊，都是从宋以后、5代以后开始有的。但是有人认为唐代开始就有了，所以过去有一个歇后语叫“臭婆娘的裹脚布”啊，又臭又长嘛。从哪儿开始把这个3寸金莲就定成了一个审美标准呢？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啊。你看他这个李煜呢，有一个妾啊，爱妾，它叫什么呢？叫咬娘。这咬这字儿今天根本就不用啊，一个血字儿，一个底下一个眼目的目啊。我估计啊，这就是个深眼窝的意思。这字儿啊，这字儿从字面上看，它像一个会意字，穴位嘛，穴抠眼儿，就抠眼儿，眼睛深眼窝啊。我想我们深眼窝的演员有谁呢？有那个袁泉啊，袁泉的深眼窝在女演员里非常的这个啊有特点啊。你看我深眼窝吗？我这不深眼窝，但是深眼窝的人过去说鹰鼻耀眼啊，鹰鼻高鼻梁啊，鹰鼻子似的耀眼，抠着眼睛呢，炯炯有神。那么李煜啊，因为喜欢这个咬娘呢，就给他造了个莲花台子，就我们的3寸金莲就这么来的，用这个各种宝物啊、丝带啊，就是把它装饰，然后把它脚缠起来啊。它本身啊，它这个脚呢就应该比较小，所以把它缠成了一种新月形，就是带弯的，让这个脚呢就站在这个莲花台上翩翩起舞，这就是3寸金莲的开端。慢慢，这种裹脚行为就流行开来了。宋代就完全已经定型，所以宋、元、明、清啊这4朝将近1000年的时间，包括民国都在裹小脚。小时候满街都是裹小脚的人，到处都有。等我到年轻的时候，裹小脚的人就比较少见了哈。今天，还有边远的山区啊，有些地方还能看到高龄的妇女是裹脚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到一些女的呢，叫解放脚。什么叫解放脚呢？就是裹着半截不裹了，所以那脚呢半大不小的，有点残疾，又没那么厉害。这个把脚裹成那么小啊，它是有深层次的需求的。我们今天不去更深的去探讨啊。那么他就是所有的文人都对这种小脚进行过赞美，过去的大文人都赞美。那么西方人怎么治理这脚呢？西方人就是发明高跟鞋呀，发明高跟鞋那个帝王叫路易14啊，我说的嘴干舌燥的。
路易14啊，一开始发明高跟鞋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是为了美啊，他是为了让人穿着这鞋啊走道困难，没那么便利。那么这个宫中的这个年轻貌美的宫女多呀，然后他就限制她，就是让她这个喜欢这个年轻貌美的宫女都是想嫌生活单调嘛，总喜欢溜出去。那么路易14发现这种呢，就生气怎么办呢？就让在鞋上做文章，让你穿高跟鞋啊，让你整治你，让你走不了。那么你这一穿上高跟鞋，这人就变得非常的挺拔。所以高跟鞋这事儿呢，慢慢就流行了，宫女也能穿着它跳舞啊，干什么就变成了一个很自如的事儿。这点跟小脚一样，你千万不要以为那小脚啊行动不便啊。过去我的亲姨啊，我的大姨，我妈妈的姐姐的，她的婆婆，那老太太，我小时候看那老太太坐车啊，永远晕，什么车都不对，公共汽车都不能坐，所以只能走道。那老太太那么小一小个儿，那么小的小脚，走道比我还快呢，啊，噔啊，都那么高龄了，依然走道非常利索。所以这个事儿呢，并不是像你想象的，就是穿着高跟鞋走不快了，跑不快了。你看高跟鞋每年还有那种高跟鞋跑步比赛呢吧，对吧？这个搀着小脚，过去呢搀小脚的人，尽管走道都能用脚后跟，但是能走得很快。你说三寸金莲，实际上是跟那鞋之间有关联的。没有一个古人的审美啊，说足的时候说的是不带鞋的，他是得带着鞋。高跟鞋也是这样。你说你凭空一双脚，它没有鞋，它也跟高跟鞋也没什么关联。所以这个脚的表达，它跟配着的这个鞋有直接关系，但手就不需要。我们